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视频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是我刚刚收到的 Tatcha 新出来的一个妆前打底，它的名字叫做 The Silk Canvas Filter Finish Protective Primer， 网上订到的，然后店里的那一个小样啊，也是被很多人抠的，就基本上快要没有了。我本身对 Tatcha 他们家的化妆品啊，还有卸妆油啊，之前都有试过用过嘛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品牌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啊什么都很天然，很想试一下这个新出来的妆前打底。首先这支产品它的定价在62加币，价格算是中等偏高，跟我很喜欢的 Hourglass 他们家的 Primer 价格是差不多，那个跟它差不多大小的是63加币，而且现在这一款已经火到就是在网上下单就已经下不到了，已经 out of stock。它是适用于正常肌、油性皮肤、混合肌、敏感肌和干皮，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肌肤质地它都说是适合的。那我们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吧。塑封的袋子把它包起来的，在里面还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小铁片。我们打开这个看看，这个包装啊，当时我在柜台上看到就觉得好好看呐，它的实物比网上那个照片还要有质感。传统意义上那种打底都不太一样，有没有？都不是那种管状的挤出来的或者按压出来，拿在手上很像一个粉饼或者粉扑。它这个盖子上有一层渐变色，从白色然后慢慢渐变成有一点点粉紫，超漂亮的，是这样子拧开。这味道超级香的，超级好闻，很淡很淡的味道。用它的时候，你要用这样子小片片把它给抠出来，就像很多比较好的眼霜啊，或者是护肤品一样，他们都是要你不要直接用手去接触嘛，因为它这样子很大一块，就直接在空气当中很容易被氧化掉或者弄脏掉嘛。说明书上让我就是这样子，轻轻的往前推一条。这点应该会比较少，但我们先试在一边脸上，然后我跟大家聊一聊初次使用它的感受。希望你们不介意，我已经提前把眉毛画好了，因为我之前纹的眉毛已经没有了，我觉得看上去太奇怪了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左边脸涂好了，是一个很像一些精华涂在脸上的一个感觉吧，就是它放在脸上是非常滑的，在脸上是一个很丝绒的感觉。那他说它可以填补脸上的毛孔、小细纹，还有不均匀的肤色，最后还会让皮肤有一点光泽感，让我感受一下啊。上过这一边比没有上过这一边的确是要比较滑，然后看上去有匀色的效果，太明显了这个匀色效果。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就是这边我这边有很多斑嘛，就最近熬夜以及不啦吧就有很多斑，然后这边斑整个就被遮掉一些，不能说完全看不见，但是它是状况好很多，然后有点白，就这边脸比这边脸会白一点，没有这边脸这么黄，非常喜欢的这个效果。就虽然它是没有颜色的，填平毛孔的效果好棒哦，这边毛孔基本上都快看不见了。我们再挖一点出来放到这边脸上，然后就可以上之后的底妆了。我很期待它就是用底妆的效果。我像刚刚那样子刮了3下，就大概有这么多吧。我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一个，就放左脸的那个量稍微有一点点少，就是到最后可能有点吃力吧，有些地方也许没有抹到，把它给弄热，就好像乳化这样子的一个步骤。这边啊用量比较大，你就明显可以感觉到它上脸那个量也比较多，比较够用一点。而且它用手指，在上妆的时候超舒服的，很滑，一下就进到皮肤里面。然后这边毛孔一下子也被修饰住了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，它真的就比刚刚上之前要白一点，有没有？它那个质地啊一点都不油，然后超级丝滑。你们有觉得就是这边脸一下子也有匀色到吗？那我们今天底妆呢，我用的是一个丝芙兰送的小样。我最近发现我皮肤跟它特别的吻合。这个是 Make Up Forever 的 Ultra HD Foundation。那左边脸我会用 Sigma 的 Round Kabuki F82 这一支粉底刷。这样子点的方式，因为这一支粉底嘛，我最近用了很多，所以我很了解它在我脸上应该出来是什么样的质地。这边脸呢，我会用打湿的这个 Fenty Beauty 他们家的这个小海绵
把它按压到脸里面。就我发现我很喜欢说把粉底液按到脸里面这句话，但我每次剪片啊就觉得我好蠢哦，什么叫按到脸里面？没有办法按到脸里面啊，就按到脸上嘛。可是我发现我每次都说这句话。OK， 现在底妆上妆完毕。我觉得在我比较干的皮肤上，用这个沾湿的海绵蛋上妆的效果是比较好的，就比刚刚那个刷子上。为什么呢？就刷子上的这边稍稍有一点点干。平时我用这个粉底液的时候，用其他的那个底妆嘛，并没有觉得这个粉底液有干，甚至我觉得它在我现在的皮肤状况下是属于很保湿的一块粉底液。虽然它说是适合所有肌肤吧，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在稍微偏油或者混油，用起来更加合适或者更加贴吧。因为我现在是觉得，就它效果还是很好了。有一些非常着重补水和保湿的那个妆前来讲，它没有说那么的保湿和补水，介绍里也没有说会帮你的皮肤补水或者 hydrating 这样的词，它也没有写。主要是对于针对毛孔的问题嘛，会更加适合毛孔大、皮肤比较粗糙、色泽不太匀称，以及油皮、混油皮的朋友会非常喜欢这一款。马上要来的春夏季可能会用它会更适合。那我现在先把脸上的妆补齐，然后我再给大家反馈更多我对这个妆前的感受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我刚刚把其他的妆补好了，然后我在上其他妆的时候也仔细观察了一下我的这个底妆。我觉得我把刚刚那个我说海绵蛋上妆比较好的效果的那句话收回来。我现在是觉得说这边脸的效果会比这边好很多。这边呢，它的毛孔啊，还有遮盖力的问题还是有点差，就这边的毛孔不如这边修饰的好。这边基本上，整个脸看上去是非常平滑的，没有什么毛孔。我不知道我刚刚在上妆的时候有没有提到，就是这一款呢，它除了就是打底整个脸的妆前以外，它还可以放做眼部的，就是眼影的这边的眼部打底，或者说黑眼圈这边。所以我刚刚上妆的时候就专门这一边有用它进行黑眼圈下面的打底，然后这边没有。我也是明显觉得就是这一边打过底的，用它打过底的这一边的那个黑眼圈修饰的会好一点，不像这一边粉吧，就不太像这一边眼下那么均匀。就是这个眼下，你应该从相机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边会有一点点浮起来，所以没有说遮盖的很好，但这一边呢相对来说就遮盖的好一点。这支产品介绍里还有说，如果你那天没有要化妆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你 skincare 的最后一步，也是你护肤品的最后一步，因为这款里面也有抗老的那个功能。个人来讲，我是不会把它当做我 skincare 最后一步，因为我喜欢把彩妆跟护肤品分得比较清楚，就是护肤是护肤，彩妆是彩妆。如果我那天都没有要化妆的话，我是不会用任何的化妆品或者什么妆前打底在脸上，我会觉得不舒服。既然我要打底，我后面是一定要化全妆的。我先分享到这么多，那我们先跟我过一天，然后呢，在这一天的结束，我再跟大家讲说够不够持妆，或者说它持妆度怎么样。Hello， 我买了一个新的三脚架，然后这个三脚架特别长。等一下我去镜子那里给你们看看有多长。酷！你看我的三脚架。这三脚架好高啊，它又可以拿在手上，又可以那个竖在桌上的。家里东西就很多，都是小孩的东西。然后啊，我刚刚在试衣服嘛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你看，它是一套那样子的灰色，袖子这边是红的，这个里面是我刚刚就录视频穿的那个长的。然后我很想给你们看我收到的生日礼物哦，你们看到这个三脚架吗？就是超长的，给你们看我的生日礼物啊！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包包，我觉得好好看哦。人家送的那个我不确定我 hold 不 hold 得住，等一下，是一个 Gentle Monster 的墨镜，然后是那种特别小的，我打开看了一下。他们换了包装哎，就我之前去泰国买墨镜的时候 ，Gentle Monster 啊，还不是这个包装。现在这个包装我觉得看着质感好很多，有没有？它是蓝色的一个盒，那个皮的，有点味道大的这个眼镜壳。因为墨镜这么小，说实话 ，Gentle Monster 我一直觉得他们卖的是它的设计，卖的 design 质量化。你能不能别看我，我很害羞哎。你看别的地方，这是红色的吗？眼镜？红色的，跟这个是搭的，我怎么之前以为是紫色的嘞？这是遮住眼袋的墨镜。我妈妈在旁边小声的告诉我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最近很少关注潮流的东西，根本没有时间，每天都在跟那个尿布啊、屎啊打交道。
好吧，酷，谢谢 Regina 和 Annie。Hello， 我现在呢要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的那个 Tatcha 底妆感受吧，用下来的。本来我是那一天就是你们前面看的和今天不是同一天录的，因为我前面那一天最后到晚上的时候我忘记给大家 update 了，所以我就索性反正多用了几次。然后现在跟大家聊一聊，我今天脸上也是用的这个很干的皮肤来说，它可能没有什么补水保湿的效果吧，有那个匀色啊淡斑，就是让你的脸看上去很滑很丝滑，所以你之后底妆上去还蛮好看的。妆前打底里面是属于放在脸上使用感很好的，它在脸上薄薄一层，基本上感觉不出来你前面用了东西，然后它那个放上去以后，手指这样子一划一划，皮肤就是很滑的那种，持妆度啊也是还不错的，就是基本上能够把当天的妆容保持的和维持的很好吧。所以总体来讲，我觉得这个 Tatcha Primer 是还挺物有所值，然后也是众望所归吧。大家不是对它评分都还挺高的嘛，所以我个人还挺喜欢的。混油啊油皮的朋友可以更加去尝试一下，因为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好，那以上呢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支 Tatcha 的实测。如果喜欢刚刚那支视频呢，可以在下面给我点个赞。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，可以点击这边关注 Emma， 以后有更新的话你就能收到提醒啦。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